这节课我是早就许诺过大家啊，但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讲。什么题目呢？就是儒学、哲学与宗教。那很有难度，刚才已经有人提醒过我了，说这个很有挑战性啊。我们这样，我们是以一个漫谈的形式啊，我也没怎么准备啊，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主要是想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怎么看一看这个儒学、哲学和宗教，尤其是宗教。儒学和哲学，其实我们在课上已经讲了不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谈论宗教啊，肯定是会有争议的。不过我先声明，这个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而我们需要相互理解啊，就是不同信仰的人需要相互理解，主要是为了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其实宗教信仰问题啊，我们在伦理课上多次碰到，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孔子也多次谈论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一遇到那个情况呢，我就会岔开啊，我就先声明我们这课上不涉及宗教，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认为啊，宗教信仰是很私人的问题，啊，是一种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来公开的谈论，除非特别声明，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宗教啊，这样，除非特别声明，就像那个电视片，你看，下列节目含有什么暴力、什么色情的内容。观众你要看的话，反正你自己仔细斟酌啊，你是不是要看啊？你要事先声明这样就行啊。那么，为什么要把信仰归到个人隐私这一类呢？我们看看个人隐私有什么特点。个人隐私不是说那个事情是错的、不能做的啊，不是这样的啊。你比方说拿性来说，成年男女总要有性生活了，是吧？但是那东西可以做，你不可以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说出来啊，有可能引起别人的不快。凡是这一类问题，都把它归到隐私里了，啊。那除了性之外，别的，比方说政治倾向也有这个问题。比方说投完票啊，马上要选举了，你是投的自由党还是投的这个保守党？投完票啊，如果不是太熟的人啊，不要随便说。不要问，你投的那个啊？如果你俩投的一样，这个问题不大；万一你俩投的不一样，这就要引起争论啊。所以，这个政治倾向也是属于个人隐私的。我们实际上这个研究儒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为君子提了很多条件啊。但如果以现在观点来看，这尊重个人隐私也应该是君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一条也给加进去的啊。那么宗教呢，很显然，我们是广泛指信仰啊，也属于这一类问题。就是如果公开谈论，如果你信的一样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万一信的不一样，这就要引起冲突啊。起码是对方不快，或者你的心里不快。所以这是为什么信仰问题就是不宜是公开讨论。那今天我们事先声明了，所以大家来听的一定是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对吧？所以我们可以但说实话，这个关于宗教问题呢，我是很感兴趣的。我只是忍着不说而已，对不对？我为什么感兴趣呢？这要从我的家庭背景谈起啊。我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这里没有我啊，不过有我父亲，能猜出哪个是我父亲吗？这个是我父亲，像不像？这个是我父亲啊，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我奶奶啊，这样。最中间这个呢，是我太奶奶啊。我爷爷呢，他们有哥4个，这是老大，这是老2，我爷爷是老3，还有一个老4，不过不在这上面，这个是老大的大儿子。我这个4爷爷在哪儿呢？这会儿在罗马，他是什么呢？他是神父，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我这个曾祖母的两边有2个穿修女服的人，对不对？这个呢是我父亲的姑姑，就是我爷爷的2姐，啊，
这个呢是我爷爷的姑姑，2代的修女。据我爷爷讲，我们家是从这一辈儿连续往上数5代都有修女或者神父。刚才说那个老四就是神父，他这会儿就在罗马，这就是他。这是穿的是什么？神父服，对吧？这是他当时这个晋升神父以后拍的照片。他在罗马天神宗座学院啊，有的翻成传信宗座学院啊，也反正是这样一个。这是梵蒂冈的大学啊，他在那里读神学，然后这是当时跟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合影啊。他从这里毕业之后，又到法国的里昂大学读哲学博士啊。神学读完之后去读哲学去。他为什么要读哲学呢？他说，任何事情如果你想把它讲清楚，一定要从哲学的角度讲。所以他就说，我要再去深造，我这样好，我传教的时候我就能够把大家说服。这样子他就去读去。那读完博士之后，他就不信了，他就放弃了天主教信仰。这样，他认为这个不符合认识论啊。这样，但是他没有讲了啊。他当时是心里是已经放弃了，但是他没有讲。那天主教的这个教廷呢，就派他到了巴西圣保罗去传教啊。那么在圣保罗，他们在那又建了教堂，白手起家建了教堂啊。这个教廷只给了他们7000美金，说你们去建教堂啊，然后剩下全是他们在那筹的，自筹。建完教堂之后呢，他的志向实际上是在中国文化。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写的就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的认识论研究，就这个。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啊。他就在这里除了办教堂之外，又办了一个中文学校，这是圣保罗第一中文学校啊。你看，这孙中山的像，底下是孔子的像，看到没有？这是他是发起人，也是第一任校长啊。这样，董事会都有谁呢？董事会是由这个人作为主席，这个人叫孔子润，是孔子的后代啊，是当地一些华侨啊集资办的这个学校。那么到了1959年的时候，他就回国了。然后这个故事我讲过啊。回国之后，然后就一直被当成特务啊，说这个他回来头1天啊，就被这个公安局的那个车啊跟着，他看是不是他要发报，是吧？在我们村子里转悠，看有没有发报的声音啊。那最后什么也没有，没有的话，就在中学里边一直教了一辈子英语啊，是这样啊。所以他的哲学研究啊什么的那些就一点没实现了啊。这样，这是我的整个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啊。那这就决定了呢，我其实对宗教问题啊一点都不陌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了啊。那时候其实没有进行正规的宗教教育，因为都不让讲了啊。老人只是在家里偷偷的给你灌输一些思想啊，偷偷的讲一些圣经上的啊。那我应该叫老姑，因为我爸爸的姑姑啊，我也叫老姑啊。我没见过他穿这个修女服啊。我印象最深就是他每天就是早祷告晚祷告什么这个啊，他是每天都坚持做的啊。这样，我本身我不信天主教啊，我实际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自始至终就是无神论者，我没有放弃自己信仰的问题啊，不像我这个爷爷似的啊。我记着大概我上2、3年级的时候，我当时认识一些字了啊。我当时看到了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我一看这个说法跟他们讲的不一样啊。
我一看这个讲的有道理啊，人是怎么进化来的啊？最初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然后人怎么进化来的？哎，我说这个，我要去跟我这个老姑去辩论一番，我就拿这个书去给他讲，啊，我其实有思想准备，我说他一定会骂我一通，啊，不许看这种书啊，这啊，这个天主会罚你的，怎么，我想他一定会这样啊，但出乎我意料。等我念完，自始至终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静的在那听，啊，非常认真的在听。等我说完之后，他只说了2个字：“哦，是吗？”哎呦，这个给我震撼太大了。我这会儿一想，坏了，对了，我想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我在劝他放弃他的信仰啊。如果他现在放弃他的信仰，那将是一种灾难呀！他做修女是不结婚的，是吧？神父也是不结婚的啊。不过我那个爷爷做到半路，他就放弃了，他就回来结婚了。他的女儿比我小1天出生，是吧？他是什么也没耽误。可是我这个老姑，如果她现在放弃信仰，那她这一辈子就完了，她没有机会挽回啊。他的青春，他的家庭，对不对？全部牺牲掉了。我这当时多么大的灾难！哎呦，我当时就觉着，我说坏了，我做了一件傻事儿，我是不应该跟他讲这个的。我记得我当然没哭，但是我记着我掉头我就跑了。我一看他要信的样子，是吧？我要把他说服的样子，我赶紧就跑了。从此。我就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与信教的人谈论宗教。这个应该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看来拿儒家这个君子之道来谈的话，这个应该也算作君子之道里的一条。如果你想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信仰的话，那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无论是把信教的说成不信教的，还是把不信教的说成信教的，我认为都一样。你如果一个人想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信仰，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是以后我说我绝对不再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回避谈论宗教问题啊。这样。不过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声明是要谈论这个问题的，是吧？我知道在座的是有各种信仰的都有啊，有信佛教的，有信这个基督教的啊。其实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看看那个不信教的人为什么不信教啊，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尝试啊。好，那么实际上呢，我对宗教的这个兴趣呢，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发展啊，因为我最后考大学什么都是学工的，是吧？这样啊，因为我当时觉着，中国毕竟信教的是少数啊，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啊。我觉得这个，给我感觉，讨论宗教问题只能在家里边偷偷讨论啊。那情况有一点变化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2006年移民加拿大以后，哇，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里的宗教气氛太浓了。我们是礼拜6落的地，礼拜天就被朋友带到教会去了到那以后唱颂歌这什么这个啊，然后我一看，哎呦，给我震撼太大了。我说怎么这里人每个人都是信教一样啊？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啊！从那里开始，我就重新燃起对宗教的兴趣啊。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差不多每周都去啊。这个我带着孩子啊，我们每周都去啊。那很多人问说，你又不信，你去干嘛啊？其实我去，只想搞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信神的人为什么会信神？我每一次去听他们讲道，实际上我是在从字里行间在寻找，哪怕有一点蛛丝马迹，说，哎呀，这就是他们
信神的理由啊，或者实际上在寻找这个啊。大概我把他们送到这里之后，过了有1个来月吧，我还要回上海去把我那边的工作了断一下啊。那么我回上海之后，我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了上海的那个福州路上那个上海书城，跑到了宗教与哲学那个板块，我在那里泡了2天，整整泡了2天。我把那个关于宗教方面的书啊翻了个遍。然后大概买回来了5、6本书啊，这个就是那次买回来的啊。那买回来之后我就研究，后来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那我认为是一个满意答复。等大概09年的时候，我又因故回去，我要处理我这房子的事情，我又回上海。我回上海，我第一时间又跑到这个书店去。我说一定，还有不少新书了，肯定是吧？我想再买一些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结果我在那泡了1天，1本也没买。为啥呢？我不知道是我大彻大悟了，还是他们没出什么新成果。反正1本也没买。倒是关于哲学方面的书买了不少啊，比方说这个啊，看这个《西方哲学史》是吧？那这个波普尔自传，那这方面的书买了不少。对。那么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实际上是多多帮我解决的。他能帮我解决的呢？这样，多多呢怕2样东西，一个是怕熊，他看那个电视上一个新闻说熊把一个人的脸给抓了，啊，弄得特别惨。啊，所以从此就开始怕熊，凡是黑的地方，哎呦，这是不是有熊啊？第二个就是怕鬼啊。那这个我知道这个有人说这实际上就是有鬼是吧？不过他怕那鬼一定不是你们想象的鬼，他怕那鬼是这个大人一不看着小孩，小孩就把鬼抓走了这种鬼啊。所以这个被这个鬼这个，你看他哥哥当时给他讲了鬼故事啊，就不行了，就必须无论白天黑夜，他不能单独待在一个房间，必须有人陪着他。他说否则我就被鬼抓走了啊！我说世界上肯定没有这种鬼，对吧？这样，好，上洗手间也得有人陪着。我说这太烦了，我就想从理性的角度给他讲一下，你怕的那个鬼实际上没有，对吧？我就说实际上这个你不要害怕，那是人想象出来的啊。我说这只是你那个编故事编的嘛，对不对？我说你看你怕熊，是因为你看了电视新闻，熊把人抓了，对不对？可是你什么时候看过新闻说那个鬼把小孩给抓走了，对不对？没有吧？说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新闻上一定要有嘛。结果多多说：“呀爸，你不用给我讲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可是我还是怕，哎，这就麻烦了。他知道没有鬼，还是怕，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帮他了。为什么呢？他理性上是清楚的，可是感性上觉得有鬼。哎，那这个我就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那么信神也是这个道理啊，说信神非得有神存在吗？一样可以信嘛，只是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这个他们从理性上来讲是不信的啊，那么在感性上他只是觉着那个有啊，这就是我就突然想明白，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信神啊，这样对不对？不一定对啊，我知道肯定很多人不同意这观点，不过我这观点还有很多人同意。在美国，有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协会，办了一次，征集一个宣传口号，如果中奖了，还有什么多少钱的奖金啊？这样就是如果评委被选中的话，那要求呢是不能超过20字，是越短越好，这样，就是很多人投票决定啊。
最后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几个字 ：Faith has no reason。信仰是不需要理由的。其实信仰就是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啊，所以信神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啊。那么，如果是信神的人，你是没有办法不让他信的。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是这个民盟成员啊，他呢练法轮功。那么他练法轮功，这个后来就取缔了嘛，取缔了这个，因为他是民主党派，还没法取缔，还没法抓他，别人就给抓走了，是吧？他都没法抓，就只能劝，然后你不要练了，不要练了。然后他就跑到新疆去练去，他觉得那地方可能管的就松啊。那他跑新疆不行啊，这个学校就派人去到新疆把他去找他，打听他的那个把找。那会儿我已经离开学校了啊。那么后来我碰到他弟弟，我说你姐姐怎么样了？他说现在好了，他说现在不练法轮功了啊。我说那怎么会不练了呢？他说学校里边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带他到教会去看看怎么样。哎，就带他到教会。没几次受洗了，这就行了，不练法功了，改成基督徒了，是吧？哎，这就好了。如果这个人他是需要有这个精神信仰的，你是没办法禁止他的。你无论用什么手段，你也没办法禁止他。就像如果一个人怕鬼，你是无论用什么手段，你让他做监狱是吧？然后他写检查，什么写保证书啊？甚至你要枪毙他什么办法你用的，他还该怕还是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好，所以这个共产党呢就不懂这一点。我是非常想给这个我们党搞宗教工作的人啊，我们讲一讲，这是人性里边最正常的一件事情啊。说的这些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呢？有。有这样本书叫《The God Gene》，上帝基因。这个科学家呢，他是在研究抽烟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啊。他拿了美国卫生部的一笔经费在做这个研究，可是他就偷偷的呢把这钱啊都花来做他这个研究，他就看这个人的信仰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哎，结果他的发现很惊人，他说真的是有关系，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基因片段，说凡是有这个基因片段的人，就倾向于有这个超越性。啊，我们知道超越性就是说，我相信那种我明知道不对的事情，我也相信，这就叫超越性，是超越理性的嘛啊。那么这个人就把那段基因命名为 The God 基因啊。那么我刚才讲说，信神呢，实际上是他只是感性上是信啊，这个理性上呢，其实并不信。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有的，就是这个感性和理性啊不统一，这个情况很常见。最典型的一种就是那个转向，你们都转过向吗？转向就是这个，因为我到北京上学的时候。第一天到了北京之后，什么都新鲜啊！那个辅导员带着在校园里边转，这是食堂，这是什么澡堂子什么的等等啊，这是宿舍。好，第一天非常新鲜。第二天一起来麻烦了，太阳从北边出来了，哎，我换了转向了，转向也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啊，把校园整个布局都印到脑子里边。所以我在北京，这个在北航读书，一共7年半，我就在转了7年半的相，就每天太阳从北边出来，啊，那么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也不影响睡觉，不影响学习，啊，只有一样不方便，什么？猜猜看。就是跟人交流的时候不方便。
假如说今天踢球啊，到操场东边集合，这就麻烦了，东边我得转个方向。他说那个东啊，实际上就是我认为那个北，是吧？我得转一个方向，到那边集合。或者呢，找人问路，大爷，那个哪怎么走啊？这个往前走，看没有？十字路口往西一拐就到。十字路口往西是哪边？还得拐，还得反方向转，对吧？对，经常有这种情况。所以转向这种就是感性上，你的理性上一定认为太阳出来那边是东，可是感性上就是觉得那边是北，你没任何办法啊，这就是感性理性不统一啊。那么感性跟理性不统一，你只要不跟别人说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就只影响跟别人的交流。其实这个信仰也是这个样，如果你自己信，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啊，反而你还会在这个信仰中得到很大的快乐，得到很大的满足啊，这都是好的。只有一样不好，就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不方便啊。如果大家信的一样就没问题，如果信的不一样，就会引起争论啊，引起不愉快。就是在我看来，信仰问题只有这一点不好，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你拿那个转向那个就能够看出来啊。那有人可能说了，你说他感性和理性不统一，他们应该是统一的，他们感性上相信，理性上也相信。我说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啊。怎么才能相信呢？我们讲任何话，刚才用我那个叔爷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哲学角度去讲。我们首先得搞明白这个相信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才叫相信啊？那么怎么叫相信呢？其实在哲学上有一个这样一种理论，就是叫做行为逻辑主义。这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赫尔啊，他发现了啊。什么叫行为逻辑主义呢？就是讨论人的心理现象的时候啊，一定要以客观性作为原则啊。那么不能说，因为都是讨论心理现象，不能听他说啊。我们不是说相信不相信，都是听他说嘛。这个不能算数。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假设4月1号有一个新闻节目里边说啊，动物园里边跑出来了一只老虎，大家要小心啊！看到这老虎要赶紧报警，什么的打911。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的人可能刚要出去买菜，一听，坏了，老虎跑出来了，赶紧关上门，窗子也关上，对不对？然后拿起电话啊，给朋友打电话，别出来了啊，那个外面有老虎啊，这是一种反应。那么另一种反应呢，那个人也刚要出门，一听老虎出来了，麻烦了。后来一看，今天这是4月1号，愚人节，哈哈一笑，该干嘛干嘛。那我问你，他们俩谁相信这条新闻？一定是第一个人相信，对不对？第二个人不相信，对吧？那么赫尔就认为说，咱们说哪个人相信哪个不相信，不能看他说啊，一定要看假设发生什么情况，他会怎么做，来判定他是不是相信啊。如果他听到这个老虎出动的消息，赶紧把门关上，窗子关上，有电话的话赶紧打电话通知别人，这就叫相信。就是相信是对应那一串动作的，如果没有那一串动作，你就不能说他是相信。那么这个实际上跟孔子讲的很相似啊，孔子也有一段，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什么意思啊？说我们视就是这个观察了是吧？也是看他的所以就是他做事情的那个理由，对吧？我们看他做事情的理由，观其所由，这个由是路径途径，观察他做事情的那个途径，察其所安，
观察他的安的什么心，观察他的动机。人言搜载，人怎么能够藏得住呢？这个搜啊，换成提手旁就是搜查的搜，那个是把藏的东西搜出来，这个搜是把东西藏起来，正好相反，读音一样，正好相反啊。人心怎么能藏得住呢？对不对？是因为你有一系列的动作，你的心，我们可以通过你那一系列的动作来推测出你是心里是怎么想的啊。这个石老师是搞心理学的，这个应该知道是吧？应该这样啊，这就是这样。那么赫尔呢，把这个还推广到啊，我们看，他实际上他把这一套叫做假设演绎系统，就是这么一套。就是我们讨论一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设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怎么做，我们就说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啊，是这样一套系统啊。不光适用于人类，也可以适用于动物。比方说这个老鼠，我是在农村长大，农村有很多老鼠，然后我们就经常下药药这个老鼠。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是什么感觉呢？它不会说话哦。但是我知道他的感觉，他非常口渴。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下了药之后，经常在水缸里边发现死老鼠。他平常他不会的，那个水缸他爬上去，然后他一看半缸水，他明知道跳下去上不来，但是死我要死一个痛快，他也要喝饱了再死。对，不下药没这个事儿。但是下了药，你就看这个水缸经常有老鼠，这就能够说明他们一定很口渴，吃完这耗子药很口渴，这就是这个逻辑心理主义得出来的结论啊！你不用问这老鼠你渴不渴，对不对？它一定是口渴。所以我们单讨论相信不相信的时候，也要有这个办法啊。那么如果这个理论我们承认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我经常听这个基督徒。有这个见证是吧？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见证是吧？说我们信主的人啊就是好，这个主处处保佑我们。说你看我有一次在大年除夕吧啊，大年30晚上到牧师家去包饺子。那包着包饺子呢，他母亲他带着他老母亲去的啊，他母亲突然就不行了，就愣在那里啊流口水啊，就那样。吓得大家说：“哎呦，怎么回事啊？”就赶紧祷告啊，求神保佑，就那个什么救他，不要那个什么。然后这个牧师呢，牧师很机灵，赶紧拿起电话打911，是吧？说这里有一个出现情况，赶紧就打911啊！大家一直在祷告，所有的人都在祷告。祷告一会儿，他妈缓过来了，刚才怎么了？说怎么了？你把我吓死了呀！啊，说是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睡了一觉似的，是吧？说那是怎么回事？啊，说我不知道，好像是我刚才好像是睡了一觉。说那你现在怎么样？说现在没事了，好了好了，站起来走走是吧？那好了，没事了。说你看看，这就我们祷告的效果，让我不祷告你就过去了啊！赶紧给人家打电话，让那个救护车别来了，打电话。救护车说都快到了啊！说你们说没事就没事了，得大夫说。大夫上来一看，说到底怎么回事？说这个老太太刚才晕过去了，是吧？检查了，什么事没有？是吧？交钱走人，就走了啊！说你看看，我们信主就是好了。你看这个主处处保佑我们啊。那么这个见证，如果按逻辑行为主义这个理论分析一下，这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那按照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天堂地狱的啊，人死以后，好人就信神的人要进天堂啊，那么不信的要下地狱。那么他们都是基督徒，肯定是死以后就要升天堂了吧？
那你母亲一只脚都踏入天堂了，你为什么要把她拉回来呢？这不是矛盾的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按照逻辑行为主义的话，你真的相信有天堂的话，应该是我的亲人或者我自己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地方的时候，我应该高兴才对，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相信那个的话，应该是如果怎么样的话，就会怎样啊？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对不对？可是没有，他实际上其实很不愿意让他走。有人说那是舍不得嘛，没什么舍不得的嘛，他迟早都要去嘛，当然还要见面的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实际上从理性上并不相信有天堂，他们只是觉得有天堂啊，希望有天堂这样。这就是我们按照逻辑行为主义的，这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可能说了，说你这个说的这个是吧？我猜一个他可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仗还没有打完。是，总是有很多理由，对吧？好，那么说，那有没有真信的呢？那其实你看看，中国人按照中国传统的话，我们人死以后要烧纸钱啊什么的，对不对？你看上坟的时候，要烧这个，是为了孝敬这个去世的人，还要烧什么手机，什么一辈子没用过手机，烧个纸手机，然后烧个这个纸车，还有呢宝马车，是吧？烧一个那个。那么这都是真信吗？这是真的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吗？不是真信。你要真信的话，你就烧一个真车嘛，点一个真车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是假的。这个中国有句话叫活了不信孝，死了吓唬。对。好，那么有没有人真信呢？有没有人真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烧了那个纸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真有人相信。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啊，哪个小朋友帮我一下来？来，你们俩，来，快来。都非常good。你拿这个幅画。你们两个这个，来，好，知道这幅画是什么吗？先讲一讲这幅画的来历。这幅画呢，是过来，对，这幅画呢是元朝的大画家黄公望所画的一幅山水画，叫做《富春山居图》，看到没有？很长很长。这幅画元朝画完之后，历代名家历代收藏家都在收藏它。最后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收藏家叫吴光岳。对，吴光岳，他收藏这幅画，他非常珍爱这幅画，他专门为这幅画做了一个藏宝楼，里边就藏那个当然还有别的他临死之前，因为他太喜欢这幅画了，他就说我一定要带走这幅画，不光带走这幅画，还有这是千字文，这是智勇和尚写的千字文。智勇和尚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王羲之的其实非常有王羲之的这个真传，非常得真传。他写的千字文这样。那么他说我要带走这2样东西，他临死他已经不行了，然后怎么带走呢？把它烧掉。家里人就没办法，就把这个千字文丢到火炉子里烧了。说烧了你怎么还有啊？智勇和尚写了大概是7、8份，送给
亲人的啊，其他友人的。他烧的那是一份，我这手里还有一份，是吧？这样，这个烧了之后没烧这幅画，没舍得烧，说不行，你们一定要把这幅画给我带走。他就不咽气啊。后来没办法，就丢到火炉子里，就把这幅画丢到火盆子里。他看着火苗起来，咽了气。等他一咽气，这个吴光裕的侄子也手疾眼快，蹭一下就把这个画从炉子里边就给抢出来了。不过已经烧成2截了。长的那一截在台湾，对，这是那短的这一截，在浙江省博物馆，就从此就变成2截。这中间还有2米多烧掉了啊，大概这样啊，这样。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这先放这，知道了。一会儿你们可以仔细欣赏这幅画。好，放这。好。很有传奇色彩。哎，这就是真心的，这么名贵的画，我要带走，烧掉。那个送车的那个是真信吗？这不是，送车的就烧个纸车，对吧？不是烧一个这个假的，这是烧真的真话。这按照逻辑行为主义，这是真，这才叫真信啊！真信有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真的相信，并不意味着真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说就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好，我们讲过哲学上的另外一个理论，就是真理论。我们有一讲是专门讲这个的啊。这个我不详细说了，但我再提一下。当我们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时候，实际上呢，按照符合论说，就是你的那个信念和事实是相符的，这时候我们就说是真的，对吧？这叫真。另外一种呢是说，你这个信念和已有的信念不矛盾，这就叫真的。啊，这叫容贯论。那么第三种还有说人们公认的那个信念，那就是真的啊。这样，所以谈到真理的时候有这么几种。我们上次详细分析了，这个符合论、容贯论、共识论到底哪个说的对？实际上它们并不矛盾。这个符合论说的是真理的含义是什么？当你说这东西是真的时候，就意味着它跟事实是一样的啊，这就是符合论。而这个容贯论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儿都要去跟事实看看符合不符合才相信它，对不对？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符合了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奥巴马讲英语，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我们从电视上能看到，对吧？可是拿破仑讲法语，你就不能够用信念与事实相符合来判断它真假，因为拿破仑讲法语你已经听不到了，那会儿没有电视也没录音，你没有办法用事实去验证他真的讲法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讲法语呢？我们要从别的渠道来，我们要看这个信念和我们已有的信念有没有矛盾。比方说，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拿破仑当过第一共和的总统，后来又复辟啊，又当国王什么什么的，那后来又他的最后还是什么滑铁卢什么惨败什么等等。那么他当过法国总统，一定是法国人了，对不对？那法国人一定讲法语了，这都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哎，那么拿破仑讲法语跟我们已有这些知识不矛盾，所以我们会倾向于说这是真的啊，这样，所以这个容贯，所以容贯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共识论是容贯论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概念的框子，拿一个信念来要和框里边已经有的这些信念比较有没有冲突。可是最初放进去的那几个概念怎么检验呢？没别的办法，
就是抗人攻人，对不对？就这样。那么这就是这三个，其实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他们争论来争去，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是真的假的时候啊，你用这个信念和你已有的信念矛盾不矛盾，就能判断这是真的假的。我们看看这个吴光裕，他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已知的这些信念是不是矛盾呢？是有矛盾的。我们去看看啊，尽管看起来没什么矛盾，比方说把这个纸烧了，就变成一团灰了，那个灰无论从体积还是从重量上讲，都可以忽略不计，对吧？忽略不计，那剩下那些东西哪去了呢？你不是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吗？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你想想，假设他是一个瓷器爱好者，他非常喜欢这把壶，他怎么带走啊？对不对？那壶你烧也烧不了了，你把它碎了，带走，对不对？我把它一碎，难道就是这个世界没这个壶了，那个世界就有了？难道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因为碎了的话，碎片我可以把它弥补起来嘛，我把它粘起来嘛。说这个世界它还有，不像那画一烧，这个世界没了。你说它到这个世界可以，这壶你没法弄。所以你看没有，它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能解释通。你看它遇到瓷器它就解释不通了。第二点矛盾的地方就是什么？假设真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我们死去的人都到那个世界去了，那么黄公望肯定也在那个世界了。他去世之后，他就能够见到这画家本人了，对不对？哎，他见到画家本人的话，搞不好黄公望有更好的作品出来，你何必非要带走这幅呢？对不对？那有人说他是不是怕找不到人多是吧？不会的啦，那个世界一定那是文化名人，那个电视新闻肯定是隔三差五就得有他消息的，你不会找不到他，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名人，你到那另外世界一定能找到，对。所以如果你真相信有另外世界，黄公望就在那个世界，你不应该带走这个啊。对，我说的就是那个黄公望，就是这个画的作者啊，叫黄公望。对，所以你看，如果他相信真有另一个世界，他是解不通我刚才说的这个矛盾的，这就是他不符合这个容贯论，所以他那个信念是错的，对吧？这样我们可以这样。那么这就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接受一种知识的时候，到底什么原因使我们相信这东西是真的啊？有人说它跟事实相符，大家都上过学，都学过物理定律，你只能做那几种能够做的实验，大部分实验你根本做不了，对不对？但是你仍然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证明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这个谈论什么呢？实际上是谈论的，江先生应该知道这个费马大定律啊，费马大定律。费马是法国的一个数学家，他在读古希腊的一个数学家叫丢盘图算术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公式，就这个，就叫做2个平方数的和等于第3个数的平方，勾股定理，对吧？啊，3个平方加4相当于5个平方。他在这个定理的旁边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反之，将一个立方数分成2个立方数之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呢，你无论什么数，如果3次方加上3次方，这个3次方这是不可能成立的，这都是指的整数啊，整数啊，这样是不可能的。那么3次方以上的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此，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奇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地方太小，写不下。这是人们在费马去世之后
在他的这本书上发现了一段话，哎，这个在数学界引起轰动，说哎不是，好像没听说哪个数的立方加哪个数立方等于第三数立方啊，那怎么证明呢？啊，你不能一个一个试去，对不对？好，英国数学家怀尔斯其实早就对这个发生兴趣。他1993年6月在剑桥大学那天是他生日，他宣布我已经攻破这个难题。哎呦，宣布之后，全球这个贺电啊，这像雪片一样飞来，然后各大新闻媒体报道说，哎呀，这个难题啊，过了好几百年了，看着这么简单，就是没人攻破，是这次终于攻破了。他被当年他在93年呢，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就是当年的，其中还包括麦克迪克逊，还有克林顿总统啊，这样。可是没过多久，这怀尔斯就发现，其实这个证明里边有个漏洞啊。那么这个漏洞呢，导致他整个这个过程啊，证明过程啊是有缺陷的啊，是不能够成立的。哎呦，他就陷入了黑暗之中啊！他就说：“哎呀，这个丑丢大了，是吧？人家那么多人都发来贺电了，是吧？”后来他在1年之后，和他那个学生，哎，突发奇想，又用了他们以前丢弃的一个办法，终于获得成功。他就给这个数学界发了一个，写了一篇论文，说这次弥补了我那个漏洞。奇怪的是，这次数学界反应异常冷静，谁也没表示祝贺，谁也没说，为什么呢？别再搞错了，说这事儿搞多了是吧？哎，谁都不说话。等一直到了2005年，大家才终于说是他确实证明了。对，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实际上，一个数的3次方加一个数的3次方不等于另外一个数的3次方，这个数学界也好，普通的人也好，没人怀疑，对不对？大家一定认为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对他证明里边那个缺陷那么不依不饶呢？这就是因为人们啊总是倾向于接受推理上正确的知识，明白吧？你那个结论是次要的，你那个推理过程才是主要的。这个结论大家都承认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 why 比 what 更重要，明白吧？如果你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哪怕这个结论是和常识相违背的，人们也会接受。比方说日心说和相对论就是这样。这日心说，我们从常识来讲，肯定是地球中心嘛，太阳绕着地球转是常识。可是推理过程最后证明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转的。哎，推理过程是对的，人们就会接受。相对论就更是这样了，说怎么着这个一个人走得快，一个走得慢，然后那走得快的那个人就会什么年轻什么的等等啊，这样的时间就变慢什么的，时钟变慢，这个跟常识太违背了。但是这个推理过程一步一步，一点漏洞没有，所以都会被接受。这就是我要强调一点，证明这过程啊，实际上比结论更重要。我不太同意这个啊，你说希望说不清楚这个很难，就是我没法用几句话表达清楚，但是这个命题我不太认可。不太认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结论当然一定要对了，是吧？啊，但是实际上只是你的结论对错啊，人们并不能够，一般人啊并不能够真的去拿实践去一个一个验证去。那么人们还是相信很多东西是对的，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哎，我相信你那个，相信你那个 why 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神学这个呢？其实他这个结论是什么？我倒是不太 care， 说是地球是这个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还是神创造的啊？人是上帝造的，还是这个进化来的？我对这个并不 care， 为什么呢？因为反正人已经存在了，宇宙已经存在了，
至于他怎么写的，其实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你为什么那样说，你要给我讲出理由来。我关心的是这个，这就是这个证明过程，对不对？这样。应该欣赏道家的东西。你说的，道法自然。是。好，那么讲到这儿呢，我就要说，这个我大概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不信神了，就是因为他们这里边啊，那个证明过程矛盾太多。如果你的结论是错的，你要么是你的大前提、小前提是错的，要么你的引用的逻辑是错的，所以才导致你那个结论是错的。这样啊，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教会的朋友，他在海边有一个别墅，啊，我们他邀请我们到他家的别墅去玩去。他那个别墅呢周围呢有那个鹰啊，很厉害。草地上如果有一只兔子，那个鹰你看不见鹰在哪，那兔子一过来，嗖一下下来，把兔子抓起来就走了。啊，那个鹰的眼睛特别厉害，速度非常快，抓的时候都特厉害。他家有个小狗，他就不敢把它放在草地上玩，怕把这个鹰当兔子给抓走啊，所以他就拿这个作为见证，说你看看这个鹰抓这兔子多厉害，造物主造的这个东西就是好，就是厉害，然后造物主就是伟大，有什么问题吗？对，我已经听到了。他没想到这兔子也是神造的，这兔子连反应都没有就被抓走了，这个不能说明造物主这个什么吧，是吧？这都是造物主造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边是有矛盾的，对吧？所以他没注意到这矛盾，所以他就这个，对吧？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人帮我写的，他说：“这是一个照相机，啊，你看前面有什么透镜，这个透镜，这个是暗箱，这是底片啊，照相机，啊，这是光圈什么的。然后底下这个呢是个眼睛，眼球，眼球这结构你看跟这差不多，前面也是透镜，然后这有个玻璃体。”这相当于感光的那个视神经啊，然后最后传导走啊，这个原理什么都很相像，是吧？他怎么推理的呢？他说，你看啊，假设一个照相机，我说这是自然进化来的，你们信吗？你一定不信啊，它一定有一个制造者，对不对？好，现在这个眼睛这个眼球呢，比这照相机不知道复杂多少倍。他难道就没有一个制造者吗？他更应该有制造者，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这个人一定是神创，这有什么问题？谁能看出来？就是结论如果是错的话，要不是前提是错的，要不逻辑是错的，对吧？啊。其实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给他回了个帖子，我说咱们讨论啊，我的乐趣就在找这个矛盾到底在哪儿，是吧？你要有这个本事啊，啊，我说你这个我们能不能形而上一些？我们先不考虑什么照相机、什么眼球的，我们就把用这个 A、B 代替，对吧？这是数学上常用的啊，这个形而上的东西。我们说你的是不是这个理论可以概括成这样 ？A 很复杂 ，A 有创造者，对吧 ？B 比 A 更复杂，所以 B 更应该有创造者。我说我们形而上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不是你的原意？他说对呀，这有什么错吗？啊，有没有人看出有什么错了？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这个逻辑推理是对的啊。你根据你的这个分辨啊，你拨导了说这句话的人啊，但是没有拨导上来。你还没说这个有什么矛盾呢？这个有什么矛盾？这个推理本身就是错的。对，错在哪里？
错到哪里了？这个好，也可能好，我是给他加了一个，我说你这样，假如你那个推理是对的话，咱们看啊 ，C 比 A 简单，那么 C 有没有创造者呢？哎，他就有点说这个要看情况而定，看他要简单到什么程度，是吧？我说你还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有创造者的，一种是没创造者的，是不是？他说不是，应该都是神创造的。我说 OK， 那就是说 C 比 A 简单，但是 C 也有创造者，是不是这样？他说应该是这样，因为都是上神创造的。我说 OK 了，那么有没有创造者跟他简单还是不简单，好像没关系，对不对？都是好像是没关系的。我那没关系的话，你这个整个这个推理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你有一个大前提是说，越复杂的越应该有创造者。实际上，复杂简单跟创造者有没有创造者没关系，对不对？但是，你看它的依据的那个大前提是有问题的。我插一句啊，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呢，推导了这个人说的话，但是确实也并不是推导那个上帝。啊，对。这是刚才陈老师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所有人在说他为什么信神的时候，那个理由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而不是说给自己。那个理由都是说服别人，而不是说服自己。那个理由被驳倒，他可以再找别的理由，去相信，反正那个信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他说一个理由，你驳倒一个没关系，他照样信。这就是为什么说 faith has no reason， 信仰不需要理由，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信神，好，你信就信，你不要说理由，一点问题没有。我非常，我就不同意一点，就是你要找那么多理由了，说为什么信神，我就不同意这一点。我们讨论半天宗教，好像我对宗教说的一无是处的哈，不是。我们先说一说宗教为什么会存在。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总有它合理性，对不对？宗教能够存到现在，一定是有道理的。伏尔泰那个法国那个启蒙思想家说，100年之后，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圣经了。你如果再想看圣经，你只能到博物馆里边去看去了啊。他说那时候一定就没有了。他说这个里边一点都不符合理性，对吧？这样好。事实证明怎么样？这伏尔泰都去世200多年了。那个圣经现在还是畅销，这全球最大的畅销书，而且也没有什么要减少的这个迹象，所以这个显然是错的啊，所以它一定有道理。我们看看，第一，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任何宗教只要它能存在，一定是从为人树立一种道德的尺度这个角度啊来说的啊，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无论什么教啊，伊斯兰教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而基督教能够兴起，完全是由于罗马帝国腐败衰落造成的。罗马帝国到后期衰败的时候，那是全民堕落，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吧？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有点像现在中国那情况啊，没有任何底线啊，什么事都敢干啊。这时候。基督教那时候一直被打压的，才显示出它的力量。比方说，它维护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个对那个淫乱的那个世界，这个是太有号召力了，对不对？等等啊，要博爱啊，然后要爱人如己呀，等等啊，这些概念，这道德上面的概念，很好。所以这是你们稍微读一下那个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败，你们就知道基督教为什么兴起了。完全是这样。相反，中国呢，其实中国因为有儒家思想，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危机，所以中国这个文化一直延续。那罗马帝国一衰败就完了啊。第二个就是文化传统，很多人信教啊，他其实是生活在这种社会里边，就是这个传统。比方说，你结婚怎么办？你让个西方人按照中国这个结婚，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啊，对不对？他只能按照西方这个教会里边做这种结婚，去世啊等等啊，像这种需要一个传统的时候，
那教会提供这个现成的，那为什么不采这个？是吧？这是一个。这个传统这个力量很大，你不要小看这个。它没有什么理性在里边儿，其实。我经常拿中国文化里边儿，比方说拜年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个传统。我们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要给老人拜年。那这个有什么理由吗？说你给老人拜完年，老人就长寿，就怎么着，就不得病？没有，没有理由。可是你不去拜还真不行。你不去拜，你见了面你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啊。其实很多人去教会什么都是这个原因啊。第三种呢，我理解呢就是一种归属感。这个马尔萨斯不是研究过什么那个不是是马尔萨斯吗？叫什么？研究过这个人的需求啊一个层次嘛？马斯洛对，马斯洛。这个人的需求的层次，其中一层就是归属感。这个人必须得说我属于哪一个组织的才行啊！一个人是不能够作为这种流浪儿的这个孤儿是不能的啊。那么教会呢，这种组织其实就是提供这么一种相当于一个组织一样啊。那这个都是好的，都是它存在的意义所在。我都同意，我只不同意这一点，就是他们说他们这个是符合理性的，我只不同意这一点。除了这一点我都同意，所以我对所有信教的人我很尊重啊，我也很支持他们这个啊，只要你不说你那个是符合理性的就行。我只不同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理性。那到底什么是理性呢？我们又得从哲学上讲一讲啊！什么是理性？在我理解，理性，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说这个人很理性啊，那个人不理性等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说，是用对方也认可的原则来说服对方，这就叫理性。如果只用我自己认可的那些原则，我想说服你。这就不叫理性，啊！我们想想看，我们说这个人理性可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哲学家干嘛呢？哲学家研究的就是人们说一句话的时候，它背后那确切含义是什么？就这个啊。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有些信徒他并不是理性的呢？我举个例子，我在单位上遇到一个女同事，她是基督徒，她每次 lunch hour 就要跟我传教，就要试图把我这个什么。那么我呢就说，我就把我跟我那个姑奶奶那个故事讲给她了。我说我不跟信教的人讨论宗教。我说对不起，我们可以讨论哲学，但是我不讨论宗教，可以不可以？她说可以。好啊，那咱们就讨论哲学吧。你告诉我这个哲学都是谁发明的啊？我哲学家发明的呀。啊，好，那你告诉我哲学家算不算人呢？我当然算人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哎呀，我说小姐，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讨论宗教，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好吧，我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上帝谁创造的？这是罗素的观点吗？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还敢问上帝是谁创造的？不要命了你！你这真是，这个人真是，我说怎么了嘛，都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这个问题怎么能问呢？是吧？好，你们发现问题在哪儿了吗？他是认为上帝是不需要创造的，对吧？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公理，是吧？他认为是不需要证明的，不需要解释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啊。你如果想说服我，你不能拿你认为的那个原则来说服我，你一定要拿我也认可的那个原则来说服我。啊，这就是我一再跟他们说，我说我不同意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并没有拿我也认可的
就别人也认可那个原则来说的啊。对，这就是理性，理性一定要让拿对方也认可那个啊。中国现在缺少什么呢？就是缺少理性。我们5次以来引进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样东西看样子没关系，实际上它们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理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分析一下。科学，什么叫科学呢？科学就是我做完这个试验之后，对不对？你不信吗？你不信你做一遍，我告诉你怎么做，你重复一遍去。你可能哪做的不对，做不出来结果，我告诉你实验步骤是什么样，你去重复去。这不就是对方也认可的原则吗？我把所有的都提前都公布。如果这个实验只有我能做成，你们都做不成，我要保密，这个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结论是这样的，这叫科学吗？这不叫科学。科学一定要是对方也认可，对不对？好，民主呢？好，谁适合当总统？是吧？100个人有100个主意啊，那怎么办？你也不要说你那适合，我也不要说我适合，咱们怎么办？咱们用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原则来决定什么？投票嘛，选举嘛。咱们你看，大家投票的一定认可，说多数人那个他当选，对吧？这就是用对方也认可的原则来说服对方。所以科学和民主实际上都是理性的。中国呢？我们5次以来知识分子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所以单独引进科学或者单独引进民主都没有。这个昨天跟陈老师讨论，印度是吧？也算民主的，可是这个社会也挺乱，对吧？这样单独也有，必须首先要建立理性，要引进的是理性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理性。其实最好的一个范例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几何是有一套公理啊，首先定义、公理加逻辑推出那些定理来。那些公理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些原则，对不对？然后那个逻辑也是大家认可的原则，所以推出的结论大家都认可。这就是理性的最好的一个范例。所以欧几里得几何不只是数学上意义重大，在哲学上意义更重大，就是它提供了一套范例。理性，什么叫理性的最好的范例啊？其实这个我经常讲到这个，可是有人就问我，说你那个公理的真理性怎么保证的，对吧？我不是讲这个证明过程比结论更重要吗？马上就有人问我说，那你给我证明这个2点之间直线最短啊，你怎么证明？我说那个不需要证明，那个是公理。过一条直线外一点，只能做一条直线和它平行，你给我证明。我说这个不需要证明，这是公理。公理的真理性怎么保证呢？首先它一定要符合实践，但是我们知道用实践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么怎么证明呢？实际上是用大家都认可、心智正常的人都认可这一点来保证。有没有不认可欧几里和那些公理的？可能有，不过那些人都在精神病院呢。对，不会。就是说欧几里的那个几何公理啊，你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对。在承认的前提下，对，可以演绎出一套理论出来。对。你不承认其中某一条，你也可以演绎出一套完全没有矛盾的系统。这个欧几里得几何刚才提到这个2点之间直线最短，这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见到。如果在一个接近于光速的运动的物体上，我们是没法测量的。也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两个东西长短什么概念，两个点之间距离什么，我们都说不清楚。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公理。也就是说，在那种环境之下，欧几里的这个公理可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对也不是绝对的。是，这就是没有绝对。他就想讲绝对的。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对。好，这个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讲到我最重要一点了。
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吧，有那样一些，还有一段时间，有那样一些意义所在，只是它不符合理性。那么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创立一种既有那些积极的意义，又符合理性的宗教呢？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最后终于找到了，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既符合理性又有刚才说的那几种这个积极意义的宗教，这就是儒学。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醉心于儒学的原因。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就完全是这样一个心理历程啊。这样，那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说儒学是符合理性的呢？我们刚才理性这个，按照我的理解，我们已经给了定义了。我们看一下儒学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啊？最基本价值是什么？你看，孔子有一次上完课，就叫住了曾子啊，曾参说：“参，吾道一以贯之。”说我的道啊，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曾子说什么呢？为，就说对，同意啊，这样。然后孔子一看他明白，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别人就不明白了，说：“嘿，老师说的他这一以贯之到底什么东西啊？”何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老师啊，所有的道理加起来就是忠和恕两个。曾子这个理解对吗？差不多。我们再看一看孔子自己怎么说的啊。子贡有一次问说：“老师，你讲的天花乱坠的这个太多了，你能不能简单一点？你用一个字儿把你的所有理论总结一下，行不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一个字儿，一辈子按照它执行都没问题。孔子想了想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恕乎就是大概是恕吧。如果把孔子的理论总结成一个字儿，孔子认为是这个字儿恕。曾子理解那个呢，差不多他总结两个字儿忠恕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恕就是儒学里边最精华的一部分了。好，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是理性的呢？恕我们讲过，看这个字的组成就知道，儒心就是将心比心，就是推己及人，就是设身处地，就是换位思考。你能想到这个词儿，都是这样，都是恕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用你也认可的那个原则来说服你，这不就是理性吗？所以我认为这个儒家是符合理性的啊，这是我为什么这样的。那我们儒家这个《论语》讲完以后，我们没时间总结一下。其实《论语》里边很多地方谈到信仰问题，比方这个樊迟问智，孔子说：“务民之义，就是你要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你要这个全心全意做这些事情。敬鬼神而远之，鬼神的事儿要该敬的敬，但是不要太当回事儿，叫远之嘛，可谓知，这就叫智不要把鬼神太当回事儿，叫智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呢，子不语怪力乱神我是不同意这样画逗点的，应该是怪力顿号乱神这样孔子是从来不说这些事的这样。然后这个孔子病了，子路要为他祷告，孔子说有诸，说有用吗？我理解说祷告有用吗？子路说有，说这个诔上说诔实际上是那个悼词也不知道这个是说的什么。说祷而以上下神奇，说为你向上下神奇来祷告说这不是有用吗？要没有用，这个上面怎么记载这个呢？孔子说什么呢？秋之祷久矣。我都祷半天了，还是病成这样，你说有用没有？是吧？说我都自己祷告了半天了对。那么还有呢？这是子路问鬼神，为侍鬼神，怎么侍奉鬼神？孔子说：“
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对不对？好，子路又问：敢问死？人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都没有正面回答啊！你还不知道怎么侍奉人呢，你还想知道怎么侍奉鬼啊？你先搞清楚人的事儿啊，你先搞清楚生的事儿啊，这样。那么这个是孔子对于这个信仰的一贯的立场。我们看一看庄子是怎么总结的。庄子在《齐物论》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叫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治，圣人议而不辩。”什么叫六合之外？六合，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这叫六合。三维空间，三维空间以外的事儿，圣人是存而不论。哎，这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那个事儿情，存是保留这个话题啊，也不去否定它，但是不去评论它去，不去谈论它啊，这叫存而不论。六合之内的事儿，这个人世间的事儿，相当于是圣人论而不议。论就是谈论，我只谈论这事，但是我不去评议它去，啊，是好是坏，不去评议这个去。春秋经世，先王之治。春秋就是孔子写的那个史书，里边记载的是先王这个经世，就治世的那些事情。圣人是议而不辩，圣人会点评评价这些事，可是不去辩论。谁要跟我辩论，我不跟你辩论，啊，这就是圣人对于六合之外的问题。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六合之外。关于有没有神，那个四维空间的那个，孔子就是这个态度啊，存而不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态度，你自己信就好，你不要跟别人去谈啊。有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这也是我的圣经啊。我这上每一篇我几乎都有这个画的线，这是我看过的地方啊。我看完这本书呢，我有一个时间不够，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辩论为什么没有结果》。这个是讨论为什么人会变来变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看了这个《西方哲学史》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西方哲学史》呢是罗素的一部巨著，他在这部书的前言里边说，对于我论述的每一位哲学家，都有人比我知道更多。（括弧莱布尼兹出版，他自称是莱布尼兹专家，对吧？这样的。提到莱布尼兹，大家都知道，他和牛顿分别独立发明了这个微积分，俩人为此事还对簿公堂。说你抄我的，我还是我抄你的，为这事打官司啊。但是莱布尼兹还有一项发明，是罗素从他的遗稿中发现的，就是什么数理逻辑。不过呢，他没有发表啊，他生前没有发表。罗素就说，如果他发表了，就会重要之至，那么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本学科呢，也就比实际上提前1个半世纪问世，可是他没发表。最后是谁发表的？最后是布尔，所以我们现在把数理逻辑都叫布尔代数啊，英国另外一个那个数学家啊。莱布尼兹所发明的这个数理逻辑，相当重要，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基础理论，对不对？他是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三段论形式逻辑给它符号化，然后这个规范化而得来的啊，这样。他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他自己莱布尼兹说这个叫万能算学啊。他说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的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像几何学和数学分析术一样进行推论。
啊，这种抽象东西可以推论了。万一发生争执，两个会计不需要辩论，俩会计你见过辩论，账不一样了，不一差重算一遍不就完了吗？他说我们哲学家有了我这一套东西也这样，一旦有了，哲学家也不需要辩论，他们只需要拿起石笔，在石板前坐下来，彼此说一声，咱们来算算就行了。哲学家靠这个算算就行了。那既然这么重要，他为什么没发表呢？罗素就认为说，实际上他发现这个靠他这套东西啊，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而他又对亚里士多德非常崇拜，所以他认为不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错，应该是他自己的错，所以他就生前就没敢发表啊。那么到底亚里士多德这个三段论或者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罗素也没有讲，这个莱布尼兹也没有讲。不过我们其实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创业》，这电影出来之后，由于里边有周总理去大庆送两论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说这是架空毛主席，所以他们这个四人帮就批判这个，主要是为了批判周恩来嘛，然后批判这电影。后来这个创作组的说，要不咱们提请毛主席审查啊，就让毛泽东看了一遍，毛泽东批示创业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这几个字。好，有了这几个字，这个创作组的说，你看毛主席都说了创业无大错，你们批我们是错的。可是四人帮呢说，怎么就批你就错了？毛主席说创业无大错，无大错不等于没错啊。有错就得批啊，怎么就错了？好，大家根据的是同一段毛主席批示，逻辑上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原因就在于这里边用到了那个大，创业无大错。这个大小善恶这种东西是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所以，凡是用价值判断作为依据的这种推理，它那个结论啊是不确定的。你也可以推出这样的，你也可以推出那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辩论啊，最后辩不出结果来，就是里边用的一定是用的这种好坏、善恶、大小、长短，用的这种词来做的推断啊。这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后的结论。这个最后留一个思考题，看这幅画面，这是英国的一个画家，叫约翰·密莱。这幅画的题目叫《盲女》，这是一个盲人，这一个小孩，这小孩不是盲人啊。后边有两道彩虹啊。谁能说这幅画想说明什么？跟宗教啊、哲学啊有关系吗？如果你们有人看见过这个画吗？没有啊。好，这个盲女这幅画，看不出里边有什么含义来，是吧？其实这是一幅具有深刻哲学含义的画，甚至是有深刻的宗教的含义在里面啊。什么意思呢？这个他看不见东西，这个女孩能看见这个彩虹啊。这个女孩有办法让这个盲人相信天上有彩虹吗？这个话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是在这个传道士们经常用的一种手段，说：“哎呀，我让你信你不信啊，你非让我证明上帝的存在。其实你只要信了，你就能看见上帝，你就能看见神。可是你不信，就像天空中有一道彩虹，我说有一道彩虹很美丽，你闭着眼睛，你就是不睁眼，我没办法证明天上的彩虹给你。你只要自己一睁眼，你就看见了。”这是布道的经常用的一种比喻。这幅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从理性角度说，
你能不能给一个盲人证明天上有彩虹？其实是可以证明的，直接证明不了，可以用间接证明。那个传教士说的，说我没办法给你证明，对吧？其实是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呢？假设你跟一个盲人说，那盲人都是拿个棍儿走路，是吧？啊，那盲人可能觉得大家都是盲人，啊，如果天生盲人，可能大家都是盲人，大家都是拿着棍儿。好，你怎么证明它有彩虹呢？你说天上有彩虹，他说我才不信呢，你又看不见，是吧？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有没有？那怎么证明呢？你可以这样证明，你说，哎，小心啊，前面有棵树。好，他说哪有树啊？在前面呢，你再走一走就到了。好，当他走到前面，哎，真有一棵树。这个盲人就会想什么？哎，搞不好他不是盲人啊？为什么呢？我这个棍儿，我没感觉到树，可是他那会儿就已经说那个树，说明什么呢？他不是盲人，他能够看到或者他能感觉到我感觉不到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天上有彩虹，那大概是可信的了。所以你一定要，你直接证明不了，你可以用间接的办法证明，就是我用那个树来证明我确实能够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我确实能感知到你感知不到的东西，哎，间接的证明另外的一个事物，哎，这就是这幅画要表达的含义啊。那么传教士他们说我没法证明，这是错的。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客观时代，总是有办法证明的，没有直接的证明，也可以用间接的证明来证明。如果你说什么也证明不了，那只能说那个东西不存在，对吧？这就是问题是他们就这个传教士本身他没法证明，往往还证错了，不想避免。对，是，这就是这幅画要表达。好，在这个宗教话题上还有很多的话题，其实这都是热门话题，我们不说。看看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帕斯卡赌注？谁听说过这个问题？帕斯卡是一个大数学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你们不信神，我告诉你们，信神总是比不信神好。假设真有天堂地狱的话，你们信了，你没任何损失啊。可是你要不信，你损失可大了，对不对啊？你这只有一个神和没有神啊，如果有5个神和没有神，那很大啊。这个先不管有几个神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问题，这就是帕斯卡那个说，你要是不信的话，那你损失可大了。你如果没有你也没损失啊，你信你也没损失嘛，对不对？所以根据这个原理，你也应该信啊，这是他的。第二个就是石块手表啊，说在路上我捡到一个石块，那大概我认为这石块就在这一直在这放着来着。可是如果地上捡到个手表，我说这个自古以来就这就有个手表，你信吗？不信，肯定是有人制造出来把它放这儿丢到这儿啊。那么反过来推，那个石块为什么就没人创造呢？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我这个复杂和这个简单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无限后退的问题，就是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是谁创造的？对不对？那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说你不能问上帝是谁创造的，对吧？你不能问这个。那如果不能问这个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人是谁创造的？这个我插一句话啊，一般的人都把那个上帝想成一个人形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不是把上帝说成一个人格化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上帝很类似于老子讲的那个道，它就是代表了那个天地万物，那个宇宙间的。那叫对，那叫自然神论。它本身就是无限的，你就没办法说无限从哪里来的，对不对？这无限的东西。好，这个无限后退就是说，你到底推到哪一步就不能再问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啊？哎，有没有问题？就是说那个线在哪里？你们想想，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知道那个线在哪里啊，就是到什么情况就知道。还有这个比喻的有效性，我们刚才用了很多比喻，对不对啊？不光是这个哲学家、科学家也用这个比喻。有人问那个霍金，霍金已经很老了，也身体也不好，问说
你认为这个到底人死以后有没有灵魂什么的啊？对。然后霍金说什么呢？说人脑就像一个电脑一样，这电脑它用久了就要坏掉，坏了它就没有任何功能了，人脑也一样，就这样。所以我不相信人死以后还有生命啊，还有什么？好，那么这个新闻贴出来之后，底下马上就有基督徒跟说，我是人，我不是电脑，对不对？说你那个比喻是错的，我是人，对不对？啊，但是你想想看，假设牧师传道说一个电脑一定是由制造商把它造出来的，对不对？人呢？难道就没有制造商吗？也有啊，那就是上帝嘛。哎，如果这样比喻的话，这个基督徒一定不会说我是人，我不是电脑，所以我没有这个什么，我没有创造的，他一定不会这样说。从这逻辑推过来，还可以说，电脑创造的是小人创造的，你的人是大人创造的，对，这不一样的道理，对吧？对，所以你们想一想，两个人同样的比喻，为什么会这个态度截然不同呢？无神论者也一样啊，无神论者正好相反，对不对？无神论者好，为什么？这个比喻到底怎么才算有效？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啊，可惜今天没时间讲，是吧？好，这是花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再次声明，这些都是一家之言啊，这个没有任何要改变大家信仰的意图，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不信神的人为什么会不信神，对吧？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好，谢谢大家。